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第140期的白问啊。最近机圈的新机都不太多啊，因为大家呢都在避苹果和华为的锋芒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小白测评的账号呢也更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片子啊，大家都可以去翻看一下啊。大家可以先走波弹幕啊。双11大促期间，大家都买了哪台新机呢？如果你到现在还没买的话，12月份。甚至还有一些不错的机器。OK， 咱们来看一下上一周都有哪些小伙伴上电视提了什么问题。刚刚都比较少，马上开始。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白明星2的小伙伴啊，杀了光头强，白哥，听说这次华为 Mate 40 Pro 依然屏幕抽奖，我买了一台，如何判断自己中奖了没呢？我们是有2台 Mate 40 Pro 啊，这个问题最近还是非常热的啊。我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普遍的方法啊，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发私信，就是水滴判断法。滴一滴水在屏幕上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滴的大小要合适啊。反正这个水也不花钱是吧？你可以多滴几次，因为肉眼是不好分辨的，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拍一张照片，然后用微距拍最好，然后把它放大看一下啊，就知道了。我们说这2台呢都是 LG 的这个钻排。不同屏幕排列这个像素点呢，我们都给大家摆出来啊。这个周冬雨的是非常明显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。根据目前全网大家的反馈啊，128G 的这个版本周冬雨应该说是非常多的，中招概率非常大。如果要是256G 的，好像基本上都是钻排的吧？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OK，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泪阿一，小白 ，iPhone 12 mini 马上就要开售了啊，想问一下，除了电池小不支持双卡之外，还有哪些地方有阉割吗？目前根据网上的消息啊，这个在充电方面呢也有一些阉割，比如说 MagSafe 的这个无线充电功率呢，最高呢只能到12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在发热上的考量，因为它那个机器确实比较小嘛，内部节奏会更加紧凑一些。我们现在不排除有线也有阉割的情况啊，等我们拿到手机之后呢，再给大家进行实测。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啊，买 iPhone 12 mini 的小伙伴。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轻度的一个用户的话啊，我还是不太建议购买，因为它电池真的太小了。虽然说这次的 A14 5纳米在能效比上提升是非常多的，但是它架不住底层这电池就太小啊，是吧？买 mini 的用户一定要思考清楚。OK， 第3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埃罗芒阿非凡，非凡兄是吧？王炯老师你好啊，说的非常严肃啊。这个双11荣耀30 Pro Plus 和华为的 Mate 30居然在同一个价位了，我用手机最多的就是玩游戏，最好还能带得起原神啊。荣耀的30 Pro Plus 和华为的 Mate 30，我该怎么选呢？从性价比上来看啊，这个肯定是荣耀的这个30 Pro Plus 要更好一些啊，虽然同样是990 5G 的处理器，但是在相机和闪存规格方面呢，荣耀这边明显要更好一些啊。它的相机呢是采用了 1.28英寸5000万像素大底的 CMOS， 就是高端设计，这个小弟也用上了啊。华为这边呢是1.7英寸的4000万的这个主摄。此外，根据我们小白测评这个数据库啊，Pro Plus 的读取速度呢也要比30要更高一些，在数据库排名之中要更领先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这2台机器，如果你要是玩原神的话，因为原神这游戏非常吃性能啊。之前我们小白测评频道里边做过一期主流旗舰测原神，你可以去翻看一下啊。我还是建议骁龙的吧啊，因为你挑的这2个都是相对来说要老一点点的啊。如果要是就这2台你就喜欢华为的话 ，Pro Plus 我们更推荐一些。好，第4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，帮我消消黑眼圈。小白，双11想给爸妈买个手机，预算在1500左右，有什么推荐吗？这个档位段啊，我们推荐的是Redmi 的10X5G 啊，目前呢，它在这个京东这边呢是1299 6+128的，这个8+128G 的版本呢是1599，而且呢它还是这个5G 手机，处理器呢是这个天玑的820啊，对于父母来说呢不是太重度的话，应该是够用了。后摄呢是4800万也还可以，电池方面也不小，4520毫安时的电池搭配一个速度不错的33瓦快充，续航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性价比主要是都1200了是吧？这个大家不要要求太高。好啊，下一个是来自白微星2的小伙伴芭蕉不睡觉，这个小白老师，小新 Pad 已经发布了啊，你有体验一下吗？感觉怎么样？这个小新这款 Pad 啊，正好我们手里有一台，这个好像是热度还不错的样子啊。因为目前这个 Pad 这边呢，我们刚刚出了一个 iPad 的选购视频啊，大家可以去小白测评的频道翻看一下，那个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啊，把全系 iPad 的购买建议，还有他们不同机型的特点，适不适合什么人群，都跟大家聊到了，非常详细
如果要是安卓这边的话呢，首先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这个华为那边，然后还有就是小新，这个是刚刚发布的。小新这款平板呢，首先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，非常成熟，就是整个工业设计是非常不错的啊，非常轻薄啊，做工也比较精致，屏幕素质也非常不错，因为它是一个 OLED 的这个屏幕，边框方面呢也控制的不错，观感也非常的好。缺点就是呢，并没有像华为那样，比如说有平行世界啊，是吧？它针对手机的应用呢做一些优化，因为 Pad 现在很多这个 App 已经是放弃了，它已经不开发这个针对于 Pad 的一些这个应用了，他们并没有做适配，所以说你要解决这个适配的这个问题，不能横屏使用。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，虽然说它边框非常窄，这是一个大的优点，但是它并没有做边缘防护处啊，所以说使用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下。配置上呢，它是骁龙的 730G 处理器，这个处理器你需要注意一下。相对于华为那边来说啊，这个处理器确实不够强，因为麒麟那边的处理器还都是表现不错的。OK，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，这个奥德赛小白，iPhone 12系列的 MagSafe 售价329元，还挺贵的啊，值得买一个吗？这个东西呢，我们体验了一段时间啊，我们觉得这价格确实挺苹果的啊，稍微贵了一点。如果要是你是 iPhone 12系列的用户，买一个是 OK 的。之前很多用户都会觉得是吧，我搞好几个，然后像无线充一样在家里随时放随时充，这个也行，但是它的速度确实还挺慢的。根据我们的实测呢，这充满要4个多小时，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你睡觉之前啪放在那儿，相当于取代了你一个那种底座式的无线充吧。但是呢，它还有一个点就是充电有点太慢了。很多小伙伴想着，如果把它吸上了之后，然后就可以边充边打游戏，边充边看剧了啊。我们实测不增反降啊，对，它并不能够很好的抵消，就是越玩电越少啊。我觉得还是买一个是 OK 的啊，这个体验一下嘛。这个更多的话还是购买那种普通的或者说有线的，是来的更实在一些。如果你不差钱的话，当我没说啊。还有很多小伙伴呢，就是他不是这个iPhone 12的用户，他是这个 iPhone 11，然后或者说其他这个机型的小伙伴想购买 MagSafe 体验一下，我觉得意义不大，不推荐，体验也不是特别的好，而且价格也没那么便宜，对吧？好第140期的白问啊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就是他，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。还是老规矩，下期如果想让你的问题上电视的话，关注我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，然后把你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后台就可以了，而且还可以回复干货多票少这6个字，我们将会每期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一个我们的数码礼物，比如说蓝牙耳机啊，比如说无线充电宝啊之类的这些东西，赶紧扫码关注。干货多票少白问，我们第141期再见，拜拜。